嗨，大家好，我是胖胖胖。我们今天一起来煮乐高，就是这款对我而言很有童年回忆的东西，它就是乐高72046 Game Boy。但毕竟这里算是摄影频道嘛，所以我今天呢边煮乐高会边跟大家分享拍摄乐高这种主题呢，可以有哪些拍摄的方式。那我们影片开始。那我们现在就来开箱吧。我前几天第一次煮乐高的时候，跟我儿子乃君一起煮一个3赢1的熊猫、虎鲸、企鹅的乐高合组。结果那天我完全不知道乐高的盒子到底要怎么开，后来看了一下别人介绍影片，才发现原来乐高的盒子呢都是直接这样压下去就可以打开的啊！我真的是现在才知道，有人也不知道的吗？好，那我们现在就把它全部拿出来吧。那像这次的盒子呢，它就是长这样子，像这个 Game Boy 啊，这个字体颜色啊，都跟以前原始的 Game Boy 它的设计是一模一样的。然后在它这里是显示421片，421片呢也是 Game Boy 上市的日期。然后我们现在盒子打开呢，它里面有1、2、3、4、5，有5个包装，它另外还有一包是这个卡带的，然后还有这个贴纸，然后以及一本说明书。那我们现在就开始来组装吧。在组装之前，我需要把相机设定一下。这次用了很多的机位，我先设定一下。好，那我现在相机设定好了。我这次用了蛮多台相机的，到时候我在影片后面也会跟大家做介绍。那我们现在就先来开第一包吧。然后打开说明书呢，它前面的几页都是在介绍这个产品，有这个超级马里奥乐园的卡带，还有这个萨尔达之梦岛的卡带。那这两个卡带呢，对我而言也是蛮值得纪念的卡带，因为这两个卡带也是我过去玩很多次的卡带，所以他会附这两个卡带，真的对我而言是很令人惊艳，然后很开心的。我想那时候我玩的游戏机呢都是 Game Boy， 那时候玩了很多游戏都是在 Game Boy 上玩的，所以 Game Boy 对我而言是一个很有纪念意义的东西。这也是为什么我会想要收藏这款 Game Boy 的原因。像我刚刚会讲说我要买这个 Game Boy 乐高的原因呢，就是因为它对我而言很有纪念价值嘛。我们在拼乐高的时候呢，其实就可以把你对这乐高的故事啊，你有什么想法，或者你对这乐高呢有什么过去的故事，或者是有什么主题构思的话呢，其实你就是组乐高的时候可以给它设定一个主题，给它一个故事。像1+1他们在拍摄乐高的时候呢，就很会设定一些主题，例如24小时不睡觉啊，把乐高组完，然后或者是在露营完前要把乐高组完，他们会设定一个主题架构，就让你的影片呢先有一个主轴，那你就会有一个方向这样。那我刚刚讲就是我对这个 Game Boy 乐高呢，就是有我的回忆嘛。所以这就是我的影片的主轴。那我还有另外一个影片主轴，就是我边煮乐高过程边跟大家分享乐高怎么拍。那这就是我的影片的主轴。先从第一包开始。啥东东？第一包看起来呢，就是先组装卡带哦。它这个应该是底座的部分哦，就是让你放卡带的底座。然后再来是这包也要先打开了，你看已经有这个光栅了，它总共有附3片的光栅。那先给大家看一下，看就长这样子所以它这样子就可以把这个插进去了。它这个光栅真的很帅，那 Nintendo 这个 logo 这样子降下来，超酷的。我用这台 A6400搭配70200拍给大家看一下，你看它这放上去就长这样子。我发现我想要边煮乐高边讲话有点困难。它好贴心哦，它还附一个这个就是拔乐高的拔钉器耶。如果你是第一次玩乐高的话，你买了这组，它就会附你一个拔钉器。那你以后有拔不起来乐高，你就可以用这个去拔，我觉得还蛮不错的。然后这卡带呢，我看其他 YouTube 的介绍，就是它上面的图案其实是跟实际上卡带里面电路板的那个图案是很相似的，所以这个也是乐高的巧思啊。好，我这片它是马里奥乐园的，好，撕起来，贴这个位置。好，第一片卡带完成。虽然说它这卡带上面的图案呢，它是用贴纸，但是毕竟原本的卡带也是用贴纸去贴的，所以也算是还原啦。但我其实会希望它是印刷的砖，会比较好看。就是你时间放久了，它也比较不会翘起来，或者是
脏掉、黄掉之类的，对，有点小可惜啦。那你看它做好的卡带呢，就可以像这样子，嘿，卡在上面，讲讲，有没有很可爱？好，先放一边。好，那我们来进入第二包啦。那现在煮第二包乐高过程中呢，我也边跟大家分享拍乐高这种主题呢，第二个可以使用的拍摄方式。那这第二个拍摄方式呢，就是我们可以利用2个以上的机位来做拍摄，这样会让你的影片呢，就是有不同机位去切换，然后看起来就比较丰富。像我现在除了右边这台主机位之外呢，我左边这里还放了一个 Pocket 3的相机。那这 Pocket 3相机呢，主要是更聚焦在我拍摄这些东西上面。那另外呢，前面我还有放这一台 GoPro 在拍缩时，那上面呢还有放一台 Action 5 Pro， 就是拍这种俯视的视角的缩时。那另外，如果我讲到一些比较特别的部分，比如说我看到这个东西怎么样，我想拍摄那东西的细节呢，我就会边做边拍，然后就拿这台 A6400， 然后加70200去做一个特写的拍摄。那一般我们产品呢，如果是要拍摄这种细节部分，其实后续再拍就可以。但是因为我们现在是边煮乐高的过程，有些东西你煮好了，它里面细节都看不到了，所以才需要你在边煮的过程中呢，看到有什么特别的细节，就可以先用另外一台相机把这个特写给它拍摄下来。对，那你的影片呢就会更有丰富度一点。就是你在拍摄乐高的时候啊，其实你是可以尝试多一点的镜位去做拍摄，这样子你在后期剪辑的时候呢，你就可以在各个镜位中去做切换，那就可以让你的影片看起来更丰富一点。毕竟如果你一直都是使用单一的视角来拍摄你煮乐高的画面，那看久了观众一定会觉得视觉疲乏，一定会无聊嘛。所以你就是可以穿插各种角度的镜位，像是这样，像这样，像这样，像这样，就是你可以尝试这种各种不同镜位去做拍摄，然后在后置剪辑的时候呢，再去做切换，那你的影片就会看起来更丰富一点。或者是有些镜位呢，你可以尝试用缩时摄影的方式，也不一定一开始就给它拍摄缩时，你也可以一般的录影，然后后面再用加速的方式让它变得像缩时一样。但是呢，如果你全部都是用录影的方式，那后面在剪辑的时候，你可能档案。因为比如说像我现在架了4台相机，然后4台相机后面在剪辑的时候，它4个相机拍摄出来的档案加在一起呢，它的容量是会很大的。所以呢，像我的做法就是把 GoPro 跟 Action 5这2台运动相机呢调成缩时摄影的方式，所以我就会得到一个俯视视角的缩时摄影，还有一个正对着我，然后看着我就是正面组装乐高的缩时画面这样。然后用这个方式拍摄呢，你就是要注意一下你的每一台相机的电量够不够啦，还有每一台记忆卡的容量够不够。对，你必须要随时去注意，不然它可能如果有一台 loss 掉了，那你可能后面就少了一些画面可以剪辑，会有点可惜。然后像这种组装乐高的过程，你组完了，你要再重来的话，必须要再拆开，会很麻烦。所以还是会建议拍摄的时候多留意一下，然后注意每台相机的状况。那你在后面剪辑的时候呢，就会有很多角度的素材可以去做使用。这样，好，那我们就继续组装乐高啦。它这个好像是要煮，看起来是要把主机煮出来。这个好重复的动作，9个。其实看乐高说明书呢是还蛮好懂的，就是你照它图片的步骤去组装，其实基本上都没什么问题。它因为是一包一包开的，所以你找零件也会比较好找一点。哇，已经有 Game Boy 的这个背板出现了帅哦！GoPro 你过热宕机了，搞屁哦！太瞎了，我吹冷气你还给我过热，所以你们在架设相机的时候，可能要确保一下相机会不会出问题。他现在在煮这边就是 Game Boy 的主机，然后他就做的有点像电路板的那种感觉，我觉得蛮帅的就是煮个乐高是一个还蛮疗愈的过程，就是让你生活多一点乐趣，而且你煮完呢，你就会觉得很有成就感，然后边煮的过程中呢，又可以享受一下这个设计者他的巧思是什么，我觉得这就是煮乐高的乐趣啊。第2包的部分也煮好了，那第2包煮完之后呢，它就是有一个机身的背板，还有里面的一个电路板已经都煮得差不多了。那再来我们就要迈入第3包啦。好，现在是中场休息时间。那我刚刚有稍微翻了一下这本说明书，我发现
这本说明书真的是蛮可爱的，就是它里面有些文字说明呢，就是有点逗趣，会让你看了之后会心一笑那种感觉。它可爱的地方是它这边下面有个小小的说明，请小心打开它的开关，因为你可能会陷入一个强烈的怀旧情绪之中。他说的是真的。我刚刚一拨它那个开关呢，我那个回忆真是嘣，满满的回忆涌上心头。它这里的说明也很好玩，它是说你就是插入卡带嘛，还有那个光栅。那你就可以开始玩你的游戏了。记得请忽略那些叫你下楼吃饭的声音。看来每个人都有这样的经验呢。这个设计师应该也有一样的经验。然后在这页就是很炫炮的 Game Boy 的外观啦。他这里写说我们没有附电池，因为我们不需要电池。对啦，它这个不需要电池，没错。它这也有说这款乐高的设计者呢，他本身也是很喜欢这种手持式的游戏机，所以他才会创造出了这个 Game Boy 的乐高，然后也尽量的去拟真模拟原始的 Game Boy 的样子。然后里面也有说附了2个游戏卡带嘛，对不对？然后2个游戏卡带，一个就是《萨尔达传说之梦岛》，还有《超级马里奥乐园》这2个卡带。然后他这也写说，我很喜欢看人们打开开关的那个瞬间。它会让人们就是瞬间掉入那个回忆之中。那这超级马里奥乐园呢，我以前也很常玩，那时候小学生嘛，就无聊就会打开玩一下。然后每次玩的都可以再多突破一点，然后那种感觉就让自己还蛮开心的。然后再来第2个游戏的介绍就是这个《萨尔达传说之梦岛》。然后这《萨尔达传说之梦岛》呢，也是我以前很喜欢的游戏。然后它也是我接触的第1款萨尔达的游戏，就是它里面充满了解谜又有冒险战斗的元素。然后你在迷宫里面就是会有一些谜题嘛，然后你解不了卡关了，然后一直到某一天你突然想通了过关了，然后那种感觉就真的很爽。然后再是每次拿到新的道具呢，你就可以多开启一些地图，一步一步扩大世界，扩大这个迷宫，然后慢慢解谜。然后一直到破关，那种感觉真的是非常的美好。所以我对萨尔达的印象就是来自于这一片，然后我对萨尔达传说这个系列也一直都很有好感。Switch 也有出之梦岛的重置版，有兴趣的人也可以去玩玩看。没有玩过的人呢，我是真的很推荐你们去玩玩看，去享受那种第一次不要看攻略，然后靠自己解谜，然后破关的那种感觉，是真的会上瘾的，相信我。那像我这段介绍 Game Boy 的说明书，然后分享它的一些背景知识呢，就是你可以去收集一些这个产品的相关背景知识。那你去做分享的时候呢，就会让大家边听就会边一直好奇，然后想继续听下去。那你的影片就会让人家想要继续看完这样。像我就觉得看小宁子在介绍乐高的时候，就觉得收获满满。他很厉害，是他可以把乐高的相关的知识背后的很多我们不知道的东西，然后就是都可以这样子分享给我们知道。所以每次看他影片呢，都是一种享受，看他介绍啊，然后看他分享，然后又从中获得很多这个乐高的一些知识点。看完之后就会觉得，我又多了解了一款乐高的相关知识了呢。好，那我们说明书的介绍就到这边，那我们中场休息结束，继续拼乐高喽 ，Go！ 来，第3包开始，哇，第3包大包的很多哦。好，开组。这块是松松的哦，它不是卡死的。我现在做出来这块，它是松的，它不是卡死的。但是它就是这个位置刚好可以放进去这样。哦，它这个是开始跟暂停的那个按钮，好酷哦！你看，这样组起来就是这样。嘿，这是耳机孔，它这耳机孔的那个印刷有印出来，好赞哦！你就可以给它装上去了。哦，越来越成型的感觉。这机身的下半部零件已经完成了。Nintendo Game Boy 的标志在这里，这真是时代的眼泪啊！看到这个 Game Boy 的标志，就整个回忆都上来了。就给它装在这里，哇，装上去了，好帅哦！根本就是回忆啊，经典回忆耶。哦，它现在要做10字按键了。哦，原来这个是黑色的，是橡皮，所以它这样子模拟按下去的手感。哦，好酷哦！你看，这个就是橡皮，它是有弹性的。然后呢，我们就可以把10字键装在这里，那你就可以这样子按。然后它现在这边呢，它用这个把它挡住之后呢，它这个按钮它就不会掉下来，然后你现在就可以按。哦，超像的，真的超像以前 Game Boy 那个手感的。哇哦，这手感跟当初的手感根本就是一模一样。我不能说很像，它根本就是一模一样，你知道吗？就是那个手感，哇！
超赞的哎！你有玩过 Game Boy 的人，这一组乐高真的是必收，真的是必收，你知道吗？我当初也是真的是运气好，看到突然说有货，马上 PC 用下单买到，然后买完之后它又缺货了，然后到现在都还是缺货的状态。所以如果真的有看到有货的话，真的要赶快买，不然就买不到了。有想收藏的，有看到就要赶快买，好吗？我是真的觉得很值得啦。现在这边不知道做什么，好特别哦，是不是按钮啊？好像是哦，那个 AB 键就是那个 AB 键的按钮。那下面应该会再做一个弹的东西，让它可以有按下去的回馈感。然后它这里还有附一个小盒子，然后里面装的就是一个那是橡皮筋的橡皮，这样。那我们现在就是要给它套上去，套上去之后呢，它就变成像这样子。那就是你在按按钮的回馈感就是这样子来的。我的 A 键会卡住我这个 A 键它会卡住我的橡皮筋可能有点位置没有调好，我可能需要再调整一下。但是呢，它装进去之后呢，大概就是这个样子啊。我给它重新装一次，目前看起来正常，但是我不知道它什么时候又会秀到。但是按起来手感真的跟以前 Game Boy 好像哦，我觉得有稍微再松一点啊。以前 Game Boy 好像比较紧一点，但是就是打电动回味感都上来了，尤其有这个十字键，这按起来就真的很像在打 Game Boy 一样。好怀念哦，对，好像有 Game Boy 哦。然后这个是那个 Game Boy 的它的那个音量孔，它这个也是用印刷印上去的。然后它就是装在这里，卡上去，哦，完成，嘿嘿，你看 Game Boy 的下半部几乎快完成。啊，这就是音量的孔，以前的那个音量就是从这边发出来的。好赞哦，神还原呢！它现在就是开始把这边封起来，把侧边这边封起来，让它更像一体成型的一台主机这样子。这两个橡胶塞进去，就变成 Select 键和 Start 键。你看 Select 键和 Start 键，哇，这个手感真是怀念啊！真的跟 Game Boy 就是一模一样啊，好像哦！我天哪，妈妈来了，按暂停，哦，妈妈走掉了，可以继续玩了。开始，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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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哇，好还原哦，太帅了！那之所以呢会想要踏入乐高这坑呢，一方面就是喜欢它的创意嘛，它因为像这种 Game Boy 的造型就真的蛮有创意的。然后一方面是喜欢组装乐高的过程，其实蛮疗愈的，就是你一片片这样组装就已经蛮疗愈的，然后你把它组装好，就觉得哦好有成就感这样。那一方面还有喜欢就是乐高带给你一种玩的感觉。组装过程是玩，组完之后你也可以把玩，像这个 Game Boy 你就偶尔再拿起来按一按，哦，好疗愈啊！然后像有的是什么城市系列啊，什么漫威系列啊，里面都还有一些人偶公仔，那你就是可以搭配这场景，然后配这人偶，你就可以去玩啊，去假装剧情啊。我觉得这是一个乐高带给你一个乐趣啦。像我现在有小孩，我如果去跟他玩，陪他一起在这个过程中发挥想象力，我觉得这也是一个蛮不错的过程。那我儿子呢，我还在培养他有对乐高这种想象力、这种乐趣。到时候如果可以跟他玩起来，应该是蛮有趣的。然后像1+1呢，他们每次组装完乐高，他们后面都会有一个伊利的小剧场，我觉得他们那个真的是蛮好笑的。然后像小宁子呢，他也很会模拟剧场，像之前《萨尔达传说》系列德库说的那一部呢，他就有还原那个游戏的场景。然后把它拍的真的是我们好像在游戏中的画面，他就是把这个德库苏的乐高呢拍的像是在游戏中出现的画面一样，他把那游戏画面用这个乐高，然后再搭配摄影这样还原出来，我觉得哦，这是超棒的。所以像乐高呢，如果你要拍，你其实也可以拍像这种小剧场啊，然后还原游戏画面啊，或者是拍个逐格动画都可以。那都分享到这边了，那我们不如就直接来拍拍看吧。乐高小剧场。Action！ 耶！我回来了，玩 Game Boy。哇，这个开机画面好帅呀！阿胖啊，加分哦。哦，等一下。哎，怎么时间过这么快啊？我吃饱了，我要继续玩喽。今天我一定要破关这个马里奥乐园。哼。哎，为什么它只能跳啊，都不能往前？一定是卡带又接触不良了。看我吹吹，哼，嘿，阿胖啊，该睡觉喽。啊，怎么那么快？哎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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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嘿嘿，有这个手电筒就可以继续玩这个萨尔达了，嘿嘿嘿。
马林真的是太可爱了。好，那我们即将迈入第4包啦。第4包。这还有个透明玻璃片，这可能要小心不要刮伤。这应该是开关吧？哇哦，装上去了。刚刚做的这个就是一个开关的东西，哇哦，真的很像开关的耶，超酷！哇，没想到它连这个开关，这波动的感觉也是很还原呢。虽然说这突突的比较痛，不太像原本，但是这个开关切换的过程，这样推过去的那个阻尼感觉很像哎。哦，然后现在做的这个是它的萤幕，透明萤幕，做在这里，把它组装起来。感觉应该是快组装完了啦。最后一包零件看起来就比较少一点。哇，好了，萤幕要装上去咯。它连这个玩游戏的电源亮度，就是你有开机的话，这个 battery 的地方就会亮红灯。它连这个都是印刷件印刷出来的。哇，好还原啊！超赞的耶！然后再是侧边的装饰，把它封起来了。哇，它这个左边的侧边也完成了。它这边还有一个滚轮是可以调对比的，以前是可以调对比的。哦，它这个滚轮也做得很完美，可以调。以前彩色 Game Boy 它是调音量啦，在早期的第1个版本，这个是还有多一个对比度可以调整，就让你在晚上啊还是太亮的地方，你调整对比度呢，你就可以让你的画面看得比较清楚一点，这样。然后这边都封起来了，那正面就长这样。然后现在要组右边这边了，好，快完成了，快完成了。你看右边也完成了，那它这边就一样有个滚轮，那是调音量的。对，那以前这个传输线它这个还有个盖子封住呢。你看右边就长这样，然后这里有一个音量键可以调，然后这里有个防尘盖，以前的传输线连接线就是这里，然后它有个做一个防尘盖封着。整台组件已经几乎完成了，你看，已经几乎完成了。对，你看上面还有个开关，然后现在他说可以把这个背板先拔掉，然后把这个光栅放进去，你就获得了一个有萤幕的 Game Boy 了。哇哦，好，放进去了。你看画面就像这样子，来看这样子动，我不知道你们这样看不看得到？你看它这样子就有那个光栅在移动，就这样子开机。然后这样子开机之后就Nintendo Switch， 哦 Nintendo， 对，它不是 Switch， 它是 Game Boy。我在讲说，跟开机之后Nintendo， 这就是以前 Game Boy 开机的画面啊。那彩色的话呢，它就是彩色的版本这样，然后会有一个声音，超赞的哎，超还原，好爽哦，太赞了吧！哇，我可以这样玩一整天，一整天有点夸张，但是我可以这样子一直这样看它，好赞哦，好怀念哦。好，最后一包，赶快煮一煮。哦，掉！现在要做的是Switch 的底座，对不对？不是 Switch， 现在要做的是 Game Boy 的底座。哦，这样子 Game Boy 就可以放上去了。它这边就做一个凸凸的这个点，然后刚好跟这底部有个洞，然后它们就可以这样结合。我知道这画面看起来有点不雅观，但它就是靠这个方式来放上这个底座的。等最后一块卡带做完了，我们就结束了。Go， 加速！它居然有一个电池它有一个纽扣电池太可爱了吧！还有把以前那个卡带里面需要存档的那种卡带呢，它里面都有一个纽扣电池，它又把它做出来。那以前如果发现存档存的记录都会消失的话呢，我们也都是要把卡片拆开，然后把这纽扣电池换一下，换成有电电池，那你存档的记录就不会再消失了。哇，它连这个纽扣电池都有做出来，太还原了吧！它要把那个铁片勾住那个纽扣电池图案做出来一个铁片嘛，然后夹住这纽扣电池，它就可以
提供这个电路板电量，然后你就可以存档案这样子。然后再来是萨尔达之梦岛的贴纸。拍的这煮乐高真的是耗电量，然后又耗容量，然后又花时间。煮乐高真的是要拍的话，真的是不好拍呢。有要拍的人真的是好好深思一下哈。我刚贴到哪？哦，对，我刚贴完贴纸，然后再来是把这个卡带做完，煮一煮就结束了。卡带就可以像这样子放上去。哎，看，哦，你们有听到那声音吗？它有做出那个因为我们卡带放上去，通常会再压一下。有没有？我放这个录音这边录一下。哇塞 ！Oh my god！ 这太还原了吧？以前就是这样子，有没有？拍一拍，有的卡片还要这样吹。如果你读不到卡片，就是要这样子吹。但其实后来说这个吹卡带动作其实是反而会让卡带更容易受潮坏掉。但以前不知道嘛，以前大家习惯就是吹，把那个灰尘吹掉，然后再放上去，然后这样子，咔一声，咔。然后再这样开机有没有？然后就这样子，就这样，那你就可以开始玩了。Oh my god！ 这按钮真的都会卡住，好烦哦。哇，回忆涌上心头，好怀念哦。以前那个国小时候最快乐的。读书就也没什么压力嘛，然后每天回来就是作业很快写完，然后赶快去打 Game Boy 看电视这样，然后跟妈妈一起看那个金庸的连续剧这样，好怀念的国小时光。现在看到这个还原成这样看上去，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突然有点想哭好怀念的东西哦，真是最美好的时光，快乐的童年真是让你一辈子都会很怀念，所以我希望也能给奶居一个快乐的童年。当然不是说他想要什么就予取予求，但是我希望最大程度上呢，允许范围内呢，给予奶居最大的支持。然后希望他长大之后呢，也能够像这样子回忆他的童年，回忆他的快乐童年，就像我爸妈给我这种童年一样，就是让你有一个值得回忆的童年，而不是一想到童年就是充满着痛苦这样子。煮完了，我们今天乐高就煮到这边结束了。那今天乐高就煮到这边完成。然后这就是煮到剩下的零件，如果未来有缺件还可以补充这样。那就先这样。再不见。好了，那我们现在已经把乐高煮好啦。你看，这就是我们煮好后的 Game Boy 乐高的外观，就是长这个样子。给大家看一下，就是长这样。Lucky。那像这个底座呢，它就是有一个洞嘛，就是直接插上去就可以了。你就可以把 Game Boy 插在上面做展示这样子。后面呢，它有这个可以插入卡带的地方。然后这卡带呢，你插入的时候会有一个卡榫的声音，就像这样，咔，有没有？它会有个咔的一声。它的卡带就是做的，就很还原我们真的 Game Boy， 它也是这样子放进去，还要再压一下，咔，才会有那个声音。然后以前如果卡片读不到的话，我们还会这样去吹卡带，或者这样子拍一拍，就这样，再把它插进去重新读取。我们每次如果读不到的话，都会这样子做，大家应该都会这样子做吧？然后再来是它的光栅，就是你看到这个萤幕呢，它是这样子，背板打开，然后这里有一个支架，这支架是把这个光栅抵住，你把它拉开，光架就可以拿起来，然后你也可以再换别的进去这样。然后我现在放的这个是 Game Boy 它的那个开机画面，它这个开机画面呢，大概是有5帧6帧。如果我们今天这样开机，嘿，然后你就这样子去动它，你看它就会有一个以前那个经典的开机画面，这样噔噔噔噔噔噔噔 ，green， 你的 Game Boy 就这样开机开好了。然后再来说一下它的背面呢，它背面它这个序号呢，19890421，它就是 Game Boy 第一代的 Game Boy 它上市的日期跟年份。1989年我还没出生呢，难怪后面我爸妈买给我的 Game Boy 呢，它都是彩色的系列。然后以前还会套一个这样子一个 L 型的支架，有没有？然后就是它有个放大镜在前面，然后你就可以把萤幕放大来玩。然后那个放大镜呢，你有一个按键打开，它还会有灯泡亮起来，在暗的环境下有光去照你的萤幕，然后你玩起来呢，你就会比较看得清楚一点。对，以前应该大家也有用过吧？只是以前小时候不太喜欢用那个东西，因为觉得放大的效果感觉看起来
画面不太习惯。就那个画面看起来会不太习惯，所以我以前不太喜欢装那个。但是如果晚上想要偷玩的时候呢，我就把那个装上去，因为它可以有灯光打亮我的 Game Boy， 让我可以看到游戏画面。对，所以那是我的以前拿来晚上偷玩的用途。那背面我觉得有点可惜的地方就是，如果它这边也可以做出真实的电池仓，像这样子，我可以把它抠开，然后把电池放进去的话，那我觉得它这个还原就真的是神作，真的。不过目前现在这样子已经很完美了，已经几乎已经100%还原当时的 Game Boy 了。那我猜它可能是因为结构问题，它这个电池仓是没有办法还原出来的。没关系，我觉得现在这样子就很好，这样子真的已经是很像我们当初玩的那个 Game Boy 了。然后再来呢，就是它这边有一个调整音量的按键嘛，然后左边这里还有一个调整对比的滚轮。但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我的左边的这好像比较好转一点。然后再来，我觉得最经典就是它这个开关，那这个开关真的是神还原，你知道吗？就除了它可以波动之外，它还会有那个咔的一声，就是你真的很像在玩以前的 Game Boy， 然后打开开关的那个声音，像这样，有没有咔了一声，对不对？再一次哦，有没有？就是这样。所以说明书说小心打开开关，因为你可能会陷入强烈的怀旧感中，这是真的。我真的一打开，哇！真的感觉好像自己真的要开始玩这台 Game Boy 了，但就可惜它不是真的可以玩的 Game Boy。哦，对，它右边这里是一个调整对比的滚轮嘛，然后这个是一个可以外接电源的电源口，就是你可以接着线插着电去玩。以前也有那种类似随身携带的行动电源，然后你插着线就可以在外面不用电池，也可以这样一直玩你的 Game Boy。然后它正面呢，它的外观还有就是像这有一个红点点。这个就是显示它有没有开机的红点点，如果你开机的话，它就会亮红灯。然后这里还有写说它是立体声啊，然后这里还有它 Nintendo Game Boy 这字体，真的是从小看到大，看到真的是会怀念的一个字体。你看到这个就是哦，这就是 Game Boy。那再就是这十字键，还有这 A、B 的按键，然后还有这2颗 Start 跟 Select 键。那这几个按键呢，按起来的手感真的跟原始的 Game Boy 很像，但这十字键呢，就是那种好像有点紧，然后按不太动，但是又还是会有轻微幅度的那种感觉。然后还有那个很难按的这2颗 Start 跟 Select 键，就以前可能都要用指甲稍微去给它压一下才压得下去，它才会有反应的。然后再是这2个 A、B 键，但是这2个 A、B 键呢，我这个有点难按，我不确定是我这个按问题，还是我在组装上有出现的问题。反正我这样子按，它有时候会按下去就卡住了，我还要去给它拔起来，就是这样子用手去把它摇一摇，它才会跳起来。所以我不确定是不是我这台乐高的它的个案的问题。我在猜它可能是它那个橡皮圈它的弹性可能不是很够，它没有对得很准。然后再来就是这里还有一个耳机的插孔的标示啊，然后这里是一个音量孔。它是做印刷的，但以前这边是镂空的，就是音量从这里出来的。然后如果你太久没清的话，以前这里还会脏掉，卡很多灰尘。然后我刚刚突然发现它里面这个音量的位置，它这里还有放一个黑色的圆圈，就代表它的音量单体。哇，这细节又有做出来耶，太酷了吧！赞赞赞！真的是不愧是乐高。然后这个是可以绑吊式的吗？这个我不确定以前有没有这个东西。对，反正它这里是做成这个设计。总之呢，这个就真的是很还原啊。虽然说按钮不是很好按，但我觉得很还原的，真的很棒。那再来就是它的底座嘛，就很简单这样。然后另外它卡带呢，它有附一个底座，这个底座呢还是让你可以卡上去的，就卡上去，然后就不会掉下来，然后稍微有点角度可以去调整这样。然后这里还附了一个光栅可以插进去的孔，备用的光栅就可以先放在这边这样。那我换上其他的光栅给你们看看好了。然后像我现在换上的是马里奥乐园，它这光栅就是只有2帧，就是这样往一跳，往一跳，然后去敲砖的那个画面，真的是经典画面啊！它装出来的还是新新的。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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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好，那再来另外一款是萨尔达之梦岛。那它这个之梦岛呢，它给的画面也是我觉得蛮经典的啦。就萨尔达之梦岛呢，它玩到中间有一段就是他跟马林会去很多地方走走，然后去拍照吧。我记得是他会带着马林，然后去很多地方，然后拍照，然后最后坐在那个海滩上面，然后马林就说，希望跟你就是拍个照啊，然后永远记得这个画面啊。我记得真的就是马林说希望你不要忘了我啊之类的，我记得是这样啦。如果有错的话，再帮我底下留言修正一下。然后它这段呢，它这个光障呢也是2帧，它就是海鸥在海面上飞啊，然后还有那个马林就是从看海然后变成看向林克这样子。我觉得蛮可爱的。
然后在 Game Boy 还有它这2个卡带也是很有巧思的东西，因为它这2个卡带，这个是《塞尔达之梦岛》嘛，然后这就是《马里奥乐园》，这2款都是当时很经典游戏，那也是我自己也很喜欢游戏。然后我觉得最有特色就是它这个卡带呢，它里面电路板是真的是还原当初的电路板去设计的。要闪了，要闪了。对，他们2个拆开之后呢，是长这样子。就是这边这个是《萨尔达之梦岛》，因为它是可以存档的游戏，所以它这里就有还原出它这个有一个纽扣电池。以前如果游戏玩到后面，你存档每次存了都会消失的话，那很大的几率都是因为你的电池没电，所以以前我们都要去把它拆开，然后把里面的纽扣电池换掉，那你就之后存档的记录就不会不见这样。对，然后这2块呢卡带虽然是外观是一样，但它里面的电路板设计是完全不一样的，就是你直接看就是可以看得出来，它们里面电路板外观是不一样的。然后你看它这里插去接触的那个金属元件的地方，它也有做出来。然后这个圆圆的点呢，就是我们以前换卡带的时候，因为它上面是螺丝会锁住这个卡带，然后你需要先把这边的螺丝转下来，然后才能够打开来，像变成这样子。所以以前是从这边背面转螺丝进去，那这就是那个螺丝孔。真的是神还原欸，太经典了吧！我觉得这个设计真的是太厉害了。那这款 Game Boy 乐高呢，它的介绍就是差不多这样子。它的里面的细节啊，里面的特色，我就差不多也介绍到这边，就是刚刚前面讲的那些。那我觉得乐高好玩的地方就是它会有很多细节，它会有很多彩蛋，还有很多的设计上的巧思等等。所以你在组乐高的过程中，你会发现设计者的一些巧思很有趣。那我觉得像你在拍组装乐高这种影片呢，其实你就可以把他们这种乐高的细节的部分讲出来，让观众能够知道这款乐高的特色在哪里，它的细节在哪里，它好玩的地方在哪里。那观众就会看了就会收获满满这样子。所以这也是我分享给你们的一个乐高主题的拍摄技巧，仔细找找看它的细节和彩蛋，然后把它分享出来，相信一定可以增加你影片的好看程度哦。终于是拍完了，这部影片真是很难拍啊！又要组乐高，要拍小剧场，又要分享说像这种组乐高系列要怎么拍哦，这部真的是大工程。像拍这种乐高系列影片呢，你们可能需要先知道，就是你拍这个乐高的影片，因为它组装时间会比较长，那如果你用的镜位又比较多，那你可能拍出来的容量就会很大。那你用的镜位很多呢，就像前面有讲的，你的每一台相机的电量也都要注意一下，每一台的记忆卡也需要注意一下。然后再来就是你在拍摄，如果你讲到的一些东西，你也记得去拍一些特写，拍一些细节的部分。你再当做 B-roll 来放的话，你的影片就看起来就会更精美一点。那再来最需要注意的就是玩乐高真的会上瘾啊！你的钱真的会不小心就一直花出去了。那不如我就直接来下集预告一下吧。下集预告，下一篇我可能会拍这个《萨尔达传说》系列德库树的乐高，然后拍这个组装的过程。那我另外还有这2款，就是蜘蛛人系列的，一个是蜘蛛人八爪博士的火车的这个场景，就是1代蜘蛛人用蜘蛛丝和身体，然后把火车挡下来的那个场景，然后上面还有八爪博士。然后还有这个是彼得帕克的家。目前下集预告就是这3部啊，哪一部会先组装，哪一部会先拍，我不确定。对，到时候看就知道，也有可能一直都没拍，我不知道。好啦，那下集预告就先这样。这就是我说的，玩乐高真的会上瘾，你要小心，你钱就不小心这样花就不见了，太危险了。好啦，那怎么拍摄乐高的这个摄影教学呢，已经讲完了。那最后我是不是来分享一下这款 Game Boy 乐高呢，它到底值不值得买呢？我是觉得啦，如果你以前有玩过 Game Boy， 而且你也很喜欢玩 Game Boy 的人，那我觉得这款乐高 Game Boy 呢，就是必买的啦，因为它就是你的情怀啊，你的回忆啊，你买来了摆在那边，然后偶尔拿出来下来按一按，就会让你有一种很疗愈的感觉。我是真的觉得很值得收藏，很值得买。如果你以前是很常玩 Game Boy， 然后你也很喜欢 Game Boy 的话呢，那我真的觉得很值得收藏啦。当然还是要再次提醒，它是纯收藏而已哦，它没办法装电池，它也没办法真的游玩，它只是模拟，就是有在玩的感觉。它只是一个光栅，然后有2帧动画，让你觉得好像有动画在动，但它实际上是不可以玩的哦。如果你想要它可以玩，也可以。我看到国外有人就去改装，就是他们把真的电路板的那些萤幕啊塞到这个乐高里面，那它就变成一个可以玩的
乐高 Game Boy， 有兴趣的可以自己去找一下，国外的 YouTube 有人在分享这样子。那我觉得唯一需要注意可能就是它的按钮，有时候按下去会卡住，那你这时候就是稍微给它摇一摇，它就会恢复正常。对，所以按的时候不要按太大力，不然它可能会卡住，这是需要注意的。然后我觉得会在意的人，那你这一款可能要买的话就要考虑一下这样。然后再就是前面有讲到，如果可以有做出电子仓的话会更好，但是可能结构上会有问题吧，所以他们在设计当初呢就没有做这个设计，这是有点可惜啊。对，不过目前这样子是真的已经很好，我觉得已经很满意了，真的。好啦，那差不多就这样啦。希望以上的内容呢，对于想要买这款 Game Boy 乐高的人，或者是想要拍摄组装乐高过程的人呢，都可以给你们有一些想法，给你们一些方向。当然，我分享的一些拍摄方式呢，也不是每一个都要做到。如果你没有那么多台相机也没关系啊，就是一台相机摆多个地方去分次拍也是可以的。你们就是看看哪个方式你比较喜欢，你们可以做到就去试试看。对，试了再说，先拍再说，也许你会找到更好的拍摄方法，那到时候也可以分享给我。好了，那最后就祝大家都可以赚很多钱，买很多乐高，玩乐高都可以开心愉快。那我们就下集再见喽，拜拜。